又见奈良讲的是一个2005年一个中国的70多岁的养母去日本奈良找她的曾经领养的日本的女儿的故事。おばあちゃんの養女で日本人なんですけど、その探している人というのが残留孤児なんです。你想怎么找丽华阿姨？她信封上有地址。那你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所谓一代遗孤就是1945年生在中国的，因为就战败他们就跑了嘛。养母能把敌人的孩子养大了，2个不同国籍的人，2个不同民族的人组成一个家庭。72年建交嘛，说要让这些孩子回家，骨肉就分离。很多的养母都是说我的愿望是这辈子能去日本看看，看看我孩子的故乡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几乎没有养母能去看他们的孩子。2019年，我就希望用电影的方式来圆他们一个梦。尊敬的游客您好，欢迎来到奈良。一开始奶奶不熟悉这个地方，小泽也是带着他慢慢的看去找好像离中国越来越近。碰到归国者协会会长了，然后工作的地方，然后就是佛寺。国村隼他曾经出现在北野武导演的电影中。我很喜欢他这张脸。这个警察在这里面做了个好事儿，他去帮他们一块儿去找遗孤。他们说，一代遗孤收的不多了，在我们奈良这一块，甚至是在日本都不多了。因为我在奈良大概开拍前用了8个月吧，去寻找这些遗孤。其实全都是中国人的气质，一说话全都是北方的口音。我一听到毛西毛西我就挂。媳妇儿来客人了我们学了10几年了。我不会日语，但我能感觉到学得很初级的。一踏进家门就忘了今天学什么了，始终没有办法去找回它的文化。你好，你多大了？阿姨，她是在这儿生的，她不会讲中文了。唱京剧这一场，他就是按照2个遗孤2代，把他们家的东西基本上都搬过来了。其实也是想增加电影的真实感，让大家真正的看到这些遗孤是什么样子。你知道他是日本人，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大？奶奶说，天下的婴儿的哭声都是一样的，我不能听到一个孩子在我门口哭，不把他抱进屋里来。养母有时候私心一点来讲，我给你养这么大，你就不管我了吗？你把我忘了吗？这只是一时的这种情绪。所以我觉得这些母亲伟大的地方在于，她放他们回去了。但是养女这个角色在影片中始终没有出现，回到日本寻亲的路很不顺，最后没有找到亲人。其实很多人都很不顺，很辛苦，融不进去，语言不通。都做着比较底层的手工的不用语言的生活，比如说给那个便利店的沙拉洗菜，酒店洗床单，可能男人就是搞装修擦车，这些比较简单的工作。私を中国人とみなします。考え方や習慣が中国人だから。这部片子对于中国人来讲，我就想拍一个反战的题材。战争千万不能再有了，因为受伤的全是百姓。